Hello，欧拉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迷你中文课程。今天是我们终极词汇系列的第12课，我们来用中文介绍各种图形。首先是文章的慢速朗读，之后是具体的词汇讲解。仔细观察你周围的环境，会发现图形无处不在，窗户、书本、时钟、杯子，每一个物品都有自己的外形。这些外形就是我们在数学中常说的图形。虽然图形看起来很基础，但它们其实蕴含着丰富的规律和美感，也在工程、设计、艺术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我们先来看一些常见的平面图形。正方形和长方形是最常见的两种。它们都有4条边和4个直角，排列整齐，经常用于建筑设计和家具制作。正方形的4条边长度相等，给人一种平衡和对称的感觉，而长方形更灵活，适用于不同的空间需求。接下来是三角形，虽然只有3条边，它却是结构上最稳定的图形，因此常被用于桥梁和高楼的设计。三角形的内角和永远是180度，这是几何学中非常重要的基本规律。不同类型的三角形，比如等边、等腰、直角三角形，各有特点，在实际应用中也各有优势。圆形是一个特别的存在，圆心到圆周的距离总是相等，这种对称性让它在设计中具有独特的美感。车轮、时钟、餐盘，这些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大多是圆形。科学家也经常利用圆的特性来研究自然现象，比如水波、光波的传播。还有一种类型叫多边形，比如5边形、8边形，甚至12边形。虽然这些图形在生活中不如三角形和圆形常见，但它们在建筑、艺术和数学研究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从2维走向3维，我们进入了立体图形的世界。立方体的6个面都是正方形，适合用于存储和堆叠。圆柱体像水管或易拉罐，适合用来储存液体。而球体则因为各个方向都对称，可以自由滚动，是许多设备中的常见结构。图形不仅存在于现实世界，也影响着我们的抽象思维。它们的规律帮助我们理解空间、结构、比例等概念，也训练我们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。下面是具体词汇的讲解。第一个词，观察。观察是主动的、仔细的观看，他喜欢观察路人的表情和动作。规律指事物之间必然的、稳定的、反复出现的联系。自然规律独立于人的意识。设计这个词我们之前讲过，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条裙子。领域指特定的范围或区域。人工智能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领域。发挥，把内在的能力都表现出来。这次比赛，他没有发挥出正常水平。平面指2维的表面和立体是相对的。这张平面图展示了房间的布局。整齐指排列有序，它的书架总是摆放得很整齐。建筑这个词在之前的课程中也出现过，他是一名建筑工程师。
平衡指相对均衡稳定的状态，它可以是一个物理概念，也可以形容人的身体、人的心理，甚至经济的运行，都可以用平衡来表示。走钢丝的人需要时刻保持身体的平衡。对称有很多种不同的对称，但我们最常说的是轴对称，就是相对于一条直线，它的左右两侧大小、形状各方面一一对应。蝴蝶的翅膀是对称的。灵活既可以指动作的敏捷迅速，也可以形容思维随机应变。猫的身体很灵活，能轻松跳上高处。结构指构成事物的各部分及它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句子的结构。稳定指平稳，不容易变动，他的情绪不太稳定。桥梁就是桥的比较书面的说法，游船从桥梁下方穿过。优势和其他人或其他事物相比有利的方面，它的优势是记忆力特别好。独特、独有的、特别的，这个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。密切指关系紧密，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。现象指事物表现出来的能被人感知的状态。彩虹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。类型指具有相同特征的事物组成的类别。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小说，太血腥了。扮演指演员装扮成戏剧或者电影中的某一个角色，他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一位医生。角色指小说或者电影中的人物。大家注意一下，角字是多音字。小黄人是我非常喜欢的电影角色。立体指具有长、宽、高三个维度的物体，与我们之前学的平面相对。这幅画看起来很有立体感。储存将物品或者信息保存起来。电脑可以储存大量数据。液体指一种物质形态，有体积，但是没有固定的形状，可以流动。这种设备用于检测液体泄漏。自由，自己做主，不受限制，不受约束。鱼儿在水中自由地游来游去。现实指客观存在的情况，理想和现实有时差距很大。抽象从具体事物中概括出来的一些特征，相对难以理解一些，与它相对的是具体。数学中有很多抽象的概念。思维指思想、思考、认知活动。教育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。空间指一个三维的区域，这款汽车的内部空间很大。比例是一个基本的数学概念。这所大学的男女生比例为 1.7:1。概念指对事物本质的认识。力学的核心概念包括力、运动、惯性等。训练这个词之前也出现过，是5级的一个比较常用的词，指有目的的系统的教育。这只导盲犬经过专业训练。好的，以上是今天课程的所有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课程，请点赞、订阅或者评论给我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